党的20大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等内容写入党章，持续引发岛内关注。在20大胜利闭幕后首次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马晓光重申，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中共20大对党章的相关修改是对台工作形势和任务的必然要求，体现全党意志，反映人民心愿。来看看深圳卫视记者从现场带来的观察。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26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党的20大报告涉台内容充分肯定过去5年和新时代10年对台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政策主张，立足推进祖国统一新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台海形势新变化、新特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作出总体部署和安排，强调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提出新征程上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目标要求，阐明对台工作的基本方针、原则立场、重要举措，划出红线底线，展现反对外来干涉和反对台独分裂的坚定决心，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必胜信心，为台湾同胞谋福祉的不变初心，为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和主动权，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方向，是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做好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马晓光指出，新征程上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携手广大台湾同胞为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团结奋斗。对于党的20大通过党章修正案将反台独等内容写入党章，马晓光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我们党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奋斗，与时俱进制定实施对台方针政策，有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党的20大对党章修改、增加、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等内容，是对台工作形势和任务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全党意志，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我注意到，在近1个小时的发布会上，有关20大报告中涉台元素的问题基本贯穿了全场。有外部声音将报告中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鼓吹成中国将加速武统。对此，发言人马晓光表示，该内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并不针对台湾同胞，请台湾同胞辨明是非，以致对外。马晓光表示，众所周知，当前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外部势力打台湾牌，以台制华。近来，美台一些政客齐吹台海战争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期更是频繁称北京欲加速两岸统一。台湾安全部门负责人陈明通也称，大陆可能在2023年以战逼谈。对此，马晓光就提醒，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大家要高度警惕，认真辨析。事实上，中国既是制造业大国，也是消费大国；既是进口大国，也是出口大国；既是吸引外资大国，也是对外投资大国。在这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下，稳外贸、稳外资关系到中国境内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循环的问题。25日，国家发改委等6部门印发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进一步加大制造业引资力度，着力解决外商投资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全面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服务，推动利用外资高质量发展。
文件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利用外资工作的方向和重点任务，包括优化投资环境、加强投资服务和引导投资方向这3个方面15条具体措施。第一个信号就是重视外资在我国高质量发展中的一个作用。第二个信号就是重点解决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通过全面加强服务和促进优化营商环境，全面解决问题，推动外资高质量发展。第三个就是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任务，从文件名也可以看出，是以制造业为重点领域的利用外资，是以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为重点的促进外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路径。在优化投资环境、扩大外商投资流入方面，措施重申深入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高标准落实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在加强投资服务、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方面，首条措施是便利国际商务人员往来。措施指出，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前提下，便利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高管、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出入境，各地方要用好用足中外人员往来快捷通道，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明确标准和流程，为外籍人员来华提供便利。有分析认为，这份外资新规招招事事都对准在华外企痛点，下一步需将这些措施尽快落地。措施的实施落地，一方面要强化大项目、重点项目的落地，需要进一步健全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的工作专办机制，加大重点外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另外一方面要强化要素支撑，需要进一步强化土地、金融、物流、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的服务保障，助力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助力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一个建设。展望未来的两岸关系，深圳卫视日前推出《两岸老友记》，采访了大量专家学者。他们指出，大陆对于台湾同胞释出了大量善意，两岸交流要破除障碍，加深理解，统一才会时到花就开。中国大陆方面，即使碰到很多的挑战，还是坚定不移地寻求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希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逐步的去解决，这是非常有自信、有定力、又有大局观、有高度的一种情怀。我希望我们海峡两岸双方能够彼此欣赏对方，彼此珍惜对方，彼此包容对方，甚至有必要肯定的地方要彼此的相互肯定，这样子才能够做大做强，对于台湾的民众是负责任的，对于国家民族也是负责任的一种选择。不要认为中国大陆强大了，它会攻打过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假如说我们旁边有一个庞大的、一个非常高大的一个巨人，可是他对你还是很友善，然后他施予很多的协助，他觉得说，因为我有这个力量，我愿意帮助你。只要两边都觉得说相互依赖，我觉得说将来两岸之间这种走向于比较自然的永和，这是一个非常可以期待，而且觉得这时间也不会很远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国台办今天举行记者会，就中共20大涉台政策表述全面回应海内外媒体的提问。马晓光特别强调，台海未来何去何从，只在民进党一念之间。您对此如何看？梅西你好，台湾问题呢，不仅是国际关注的热门话题，也是14亿多大陆同胞和海内外中华儿女始终关切的大事儿。在中共20大开幕会上呢，当习近平讲到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时，全场呢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海外媒体呢在统计20大报告掌声的时候，都观察到呀，这次掌声呢是最热烈、时间最长的掌声，是掌声中的掌声。可见呢，解决台湾问题、加快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使命，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从国台办发言人的大问中看啊，中国共产党对解决台湾问题底气很足，具有很强的使命感。他呢，用未来可期、
说明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这是意味深长的。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呢？发言人说必须坚持党中央对台工作的统一集中领导，坚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之中推进祖国统一，坚持在祖国大陆发展进步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坚持团结台湾同胞，争取台湾民心。解决台湾问题需要人性，又该怎样排除国家完全统一路上的障碍呢？发言人说，坚持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坚持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持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20大报告把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方法讲的是明明白白。第一台湾问题是中国人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第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必须的。第三国家统一的方式是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基本的方针。第四坚决反对外部干涉势力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把台独分子说成是极少数，旨在与广大台湾同胞相区分，就是要两岸中国人携手努力，共同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前景。中共20大之后，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外资新规15项，有何现实意义呢？这既是中国稳定外资投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具体措施，也澄清了外界对中国开放政策的误解和误读。中共20大以后一些外国人士对中国接下来的发展存在误解和误读，有的甚至认为中国可能要闭关锁国，排斥外资。实际上20大报告中已经明确地指出，中国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而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门出台的15项吸引与支持外资措施就是用具体的行动来打消外界对于中国发展的疑虑。相信中国开放的大门是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政府出台相关的措施一定不是急就章，而是经过缜密的调查和研究而形成的。可以肯定的说这15项外资新规是在20大召开前就制定好了，只是在20大之后发布，正好也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更深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一贯性。这15项外资新规回应了外资、外企和外国人与中国合作联动的关切，画出了清晰的线路图。比如说，对外籍人员来华提供便利，就是指出这个运好运足外来人员往来的这个快捷通道，增加国际航班。外界认为中国短期内会加快入境者签证程序。再比如说，对外资企业的金融支持方面，指出只要符合条件，外企可以在中国的主板、创业板、这个科创板、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那么中国在哪些领域急需要外资投入呢？主要是在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领域，提出要重点的鼓励外商投资高端装备、基础元器件、关键零部件等领域，鼓励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深化科技开放合作。看看这些举措每一项都是向更开放、更深融合的方向走，怎么也看不出有排斥这个外企和外国人的迹象。这些新规的推出也说明要澄清外国人对中国政策的误解和误读，拿出具体的政策措施，恐怕是最有效的方式。真正富有远见的外企外资都会继续加码中国市场，不断的完善业务布局。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共20大之后，外界高度关注中美关系走向。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先后表态称，将会持续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寻求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合作，并确保沟通渠道维持畅通。美媒更对外就中美高层会晤放风。与此同时，美国一些政客也在同步渲染中美对抗的紧张局面。矛盾表态的背后，反映出美方焦虑的心态。来看看报道。美国彭博社近期报道称，美方正在试图安排中美领导人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在25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彭博社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中共20大之后，外界高度关注中美关系走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4日在例行记者会说，中共20大的闭幕及相关领导层变动不改变美国对华策略。And we would welcome cooperation of the PRC where our interests align, and that includes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health, counter-narcotics, non-proliferation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clear that we're focused on responsibly managing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PRC. This is perhaps the most consequential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e have. We'll continue our efforts to keep lines of communication open, including at the leader level. 此外，继8月底向英媒透露希望跟中国恢复双边气候谈判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25日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再发声，称在气候问题上我们需要中国。长期研究中国发展的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库恩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当今世界面临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经济繁荣与发展肩负责任。在库恩看来，尽管拜登政府将中国确立为所谓头号竞争对手，但中美仍有一定合作空间，可以尝试从较小范围开启合作，重铸互信，为未来两国恢复经贸合作做出有益铺垫。 Find areas of small areas of cooperation. So areas of cooperation that can be looked at, certainly climate change is one, fighting international piracy, drug trafficking, organized crime, human trafficking, sexual abuse. I mean, there are areas. I'd put healthcare in that, and fighting pandemics.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 the U.S. and China do work together very well. 尽管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先后表态将寻求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和中国合作，并确保沟通渠道维持畅通，但同时美方又不断对外释放错误信号。25日，美国总统拜登与新任英国首相苏纳克通话，双方表示要共同应对中国挑战。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各国发展的伙伴和机遇，不是挑战和威胁，敦促美方摒弃零和思维，顺应时代潮流。与其散布老掉牙的中国威胁论，拼凑没有前途的小圈子，不如尝试树立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多做实事。此外，针对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近日妄称中方损害了美国的司法，汪文斌25日强调，中方一贯要求中国公民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美国执法部门一些人抱持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一再捏造各种借口和谎言，污蔑抹黑中方，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公然为中方逃犯提供庇护，阻扰破坏中国追逃追赃努力，让美国沦为了腐败分子和不法之徒的避风港。美方所作所为站在了正义和法治的对立面，破坏了中美执法合作的基础，也损害了美方自身形象。我们敦促美方这些人改弦更张，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攻击。中方将继续维护中国公民正当合法权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崔磊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美国国内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拜登政府内部在对华战略上并不统一。这从他最近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一方面把中国定位成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但另一方面呢，他也非常重视气候变化、传染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这类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他希望和中国合作呢，也正是希望在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得到中国的配合，但是他也非常纠结，因为中国实力在不断的增长，已经是世界第2，有可能超越他。
与此同时，20大报告也明确强调，中国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表述中，并没有点包括美国在内任何一个国家的名字。但有意思的是，美国一些人却主动对号入座，将中国反对的这些全部与美国划等号。观察认为，这说明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等等都已经成为美国的代名词。崔磊告诉深圳卫视记者，虽然20大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及中美关系，但其实对外释放很多信号。比如20大报告重申，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这里的各国自然也包括美国。所以这也是向国际社会释放明显的信号，就是中国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的问题上，会坚持原则，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维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欢迎回来。美国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已通知美方即将举行年度军事演习，其中包括战略核力量演习。另一方面，俄乌近期围绕脏弹问题口水仗不断，也让核阴云再次密布俄乌战场。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0月25日，美国空军发言人帕特莱德在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已通知美国即将举行年度军事演习，其中包括战略核力量演习。莱德称，俄罗斯正在遵守其军备控制义务和保持透明度的承诺。他也强调称，俄罗斯相关演习是例行的年度演习，美方将对此密切关注。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此前预计俄罗斯将在格罗姆演习期间进行导弹试射，并指俄罗斯过去曾在这个年度核演习中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官员说，依照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罗斯在发射此类导弹之前有义务向美国预先通报。莱德同时表示，在俄罗斯发表有关脏弹言论之际，这样的预先通知有助于降低误判风险。其实，俄乌之间近日已围绕脏弹问题打起了口水仗。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俄罗斯指控乌克兰计划使用脏弹一事举行了闭门会议。We have just asked for an AOB on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on of dirty bomb in Ukraine by Ukrainian authorities. Ukraine has the capacity, Ukraine has all the reasons to do so, because we know that Zelensky regime wants to avoid, first of all, defeat. Secondly, wants to involve NATO for direct clash with Russia. 当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乌克兰使用脏弹的威胁显而易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一天也表示，俄方掌握了关于乌克兰拥有制造脏弹技术的具体信息，并有充足理由相信乌克兰已经将使用脏弹列入计划当中。俄防长绍伊古23日还就乌克兰或使用脏弹挑衅一事与美国、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的国防部长通话。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美俄防长3天内的第2次通话。对于俄方的指控，乌克兰方面予以否认。乌总统泽连斯基23日反击称，俄方做出的有关指控恰恰反映出俄方正策划相关行动。乌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还强调，乌克兰在核安全问题上一直非常负责。乌克兰的核设施目前仍然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开放。乌外长库列巴也表示，乌克兰没有脏弹，并且也不打算使用这类武器。另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网站消息，该机构已经收到乌克兰方面的书面请求，准备在未来几天派遣专家前往俄方提到的2个地点进行核查。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2个地点均在该机构的监督保障之下。截至目前，没有发现未申报的核活动或材料。美英法3国外长也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俄方说法，并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We have not seen at this time, though, any indication that Russia has made a decision or intends to employ nuclear weapons or a dirty bomb. But again, it's something that we'll continue to watch closely.
And certainly, as others have said, there would be consequences for Russia, whether it uses a nuclear weapon or a dirty bomb. 而在俄乌局势敏感之际，美国陆军精锐的第101空降师4700多人被报已部署在罗马尼亚境内，目前正在距离乌克兰边境仅5公里的地方演练。该地距乌东部重镇敖德萨也不过200公里。自今年6月以来，美陆军第101空降师的部分人员就被陆续部署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该部队成名于2战中的诺曼底登陆，一直是美军王牌部队。分析认为，这支部队选择在这样的时机进行针对性部署，显然是以其机动性极强的特点对俄方实施威慑。美国和北约一直在加强，就是北约东翼，就是众多国家的防务，很明显是一个威慑的行动。那么主要是要对俄罗斯展示美国和北约绝不退让，而且对于俄罗斯他们有预先的防范的动作。另据俄塔斯社当地时间24日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前往夏塔吉尔视察该地区最大的武器制造商乌拉尔机车车辆厂，了解坦克生产的有关情况。他向美西方喊话称，俄罗斯正在提高从坦克、火炮到高精度导弹以及无人机等所有类型武器的生产，不要指望俄罗斯的军备会耗尽。视察当天，梅德韦杰夫也在社交平台上介绍了有关情况。他透露，此行是受总统普京的指示。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俄罗斯最近指控乌克兰试图引爆脏弹风波，甚至闹到了联合国，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您对此有何观察？俄乌冲突还在继续，脏弹的问题提出来之后还是非常受关注的。第一，脏弹是放射性的炸弹，虽然不是核武器，但是会造成很严重的破坏。一旦战场上出现这样的事件，必然会导致战场局势的升级，甚至是失控。第二，就是俄乌冲突到目前为止还限制在常规军事冲突的范围之内。脏弹的讨论也让各国关注核问题，除了可能会诱发使用核生化武器之外，还有就是现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问题。第三，脏弹问题到目前为止主要是一个外交的问题，或者是舆论的问题，也不排除各方以此为话题进行舆论的动员。从外交层面来看呢，俄罗斯披露乌克兰可能会引爆脏弹的信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致电英法美土4国防长，同时呢，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闭门会议，以讨论这个问题。绍伊古还召开了记者会，向新闻界去披露这一信息。可以看到，脏弹问题在俄罗斯与各个大国、联合国以及新闻媒体等多个层面形成了信息的汇聚，一下子呢就变成了国际的热点。当然，俄罗斯方面没有提供乌克兰制造和使用脏弹的具体的情报。英法美3国外长呢就发表了联合声明，拒绝接受俄罗斯散布虚假消息、升级冲突的行为。3国不认为乌克兰正在准备在自己的领土上使用脏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脏弹的问题提出来之后，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国际社会不确定会不会发生此类事情，而其中的风险就在于一旦发生呢，各方都会拒绝承认。因此有人认为有可能会出现假旗行动。我认为这是脏弹问题最大的风险所在，在一个不透明、很难进行核查的情况之下，浑水摸鱼的空间呢就比较大了。不论是不是俄乌当事方做了，都会不可避免的去升级局势。乌克兰方面在脏弹问题上的做法还是比较合理的。乌克兰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乌克兰进行核查。俄乌冲突过程中有关涉及到核的问题，也的确是需要国际原子能机构来介入，以免出现核灾难。除了脏弹的问题之外，还有就是俄罗斯近期向美方通报了近期俄罗斯将举行军演的信息，其中呢包括核武的演练，而北约呢也将进行类似的演习。虽然双方对峙的气氛是在升级，但是两大核武力量能够保持核武的公开和透明，也算是一种合作，避免因为误判引发意外。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表示说，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不打算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这样的表态呢，多少可以让国际社会稍微安心一些。其实呢，自二战结束以来，不使用核武器已经成为共识。核大国与非核国家进行的冲突和战争呢，也没有使用过核武器。
俄乌冲突呢，大概也会在这样的框架之内。有媒体指责伊朗向俄提供无人机用于乌克兰战场，伊朗称将联合乌克兰方面一起进行调查。您对此又是如何分析？关于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的说法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真相如何呢，一直没有结论。俄罗斯和伊朗都已经否认了这一指责，而伊朗提出愿意与乌克兰一起进行调查，就至少说明了伊朗有意摆脱指责。另外呢，俄罗斯方面表示自己没有使用伊朗的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的武器装备呢都是本国的库存。俄乌冲突已经到了第9个月了，已经完全变成了消耗战，不仅有兵员的消耗，还有武器装备、财政资源等各方面的消耗。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保障武装力量需求协调委员会的会议上呢，就要求官员们在所有领域要加倍努力，而不仅仅关注于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在前一天，俄罗斯政府总理米舒斯京也要求委员会要保障武器装备的供应，确定价格机制和选择供应商，在医疗、工业、建筑、交通和其他系统部门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并且完善联邦、地方和特勤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可以看到，俄罗斯政府以及经济体系呢，越来越转入了战时状态。仅仅依靠本国的军需生产体系呢，俄罗斯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伊朗在无人机问题上的表态也说明，在严厉的经济制裁之下，俄罗斯要引入外援呢是非常的困难的。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